Hello， 欢迎来到 Dreams Bloomer， 我是 Mickey。你有没有想过如何投资自己呢？其实很有趣的，投资自己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去思考这个议题。例如说，如果你投资自己的设备呢？如果你是个专业的摄影师，那你从大学慢慢累积钱，然后累积器材，可能等到你毕业之后，你有5万块钱或10万块钱的器材。不论你的专业度来讲，你把这些器材嫁出去，其实都算是可以唬人的。但某个状况来讲，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说，假设呢，如果慢慢在花很多时间筹备了2-3年之后呢，器材已经变到30万了、50万了，那不论你的专业可言，相对比较来讲的话呢，跟一个5万器材的人，跟你有一个50万的器材的人，当然你交价又不一样咯。等到你成为了公司了之后，你也用相同的态度，你愿意再投资器材，你的公司可能拥有的资产是一个500万的器材，你的价格叫价又不一样了。那因为不同器材所驾驭出来的一个专业度，然后以及可能的完成度都是不一样的规格。那这个不同的规格会导致说你的价格会是相对性的成长。所以假设你的技术都一样的话，可是你的价格可以喊价比较高。所以某个程度来讲，器材是一种可以投资自己的方法，让自己工作更快速，完成更高跟更困难的事情，都是一种投资的回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书。我觉得书这件事情是台币大概打折280、350就一本了。那这本书呢，其实是浓缩一个人花了 maybe 2年、3年，好好的去思考一个议题之后，好不容易把它写下来一个10万个字的精华。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都是现代人，我们并没有时间去好好读一本书，但是呢，你可以买这本书来讲，你可以翻开来，然后只取它的大纲。那这个大纲来讲的话，你可以直接去阅读说你想要知道的事情，然后去深入进去，去了解那一件事情就好了。一样，你可以在短暂时间去投资自己，学习到一点点事情。那累积下来之后呢，你在外面一个商业的社交场所来讲的话，你就有更多的不同种类的议题可以去跟人家做一个交流，或者把自己的经验值分享出去，多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跟自己的专业度。那我刚刚讲的这2类呢，其实都是所谓叫做非正式。很正式的投资，大家都想钱嘛。那钱的投资就是你到银行存钱、买股票。那我觉得这些钱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它的波动会随着人心的操作而是有所波动，并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但是投资在书的知识吸收，然后解决你现在在作业的事情，投资在设备，都是随着时间它会慢慢的一直累积跟成长的。它不是受外在的控制而有所波动而变动的。有些人觉得说，我要投资一家面店啊，我要投资一家公司啊，这些都是会有波动的。唯有你投资自己是不会有任何波动的。其实在投资自己来讲，很多时候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工作了8个小时，假设被压榨后，我已经工作12个小时，回到家已经超累了。我其实根本不想看现在在看的 YouTube， 其实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我只想要偷懒，然后看一些轻松的。可是事实上呢，你会发现说，假设你是在20岁到30岁的时候呢，绝对不要这样做，因为你的未来的塑造就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开始，非常的重要。所以你需要去好好的看是说，一样这些亿万富翁跟我们平凡人，我们也两者有的时间都是一样，是24小时啊。人跟人之间，在以这个时间轴、时间的观点来讲，并没有任何差别。那为何他们赚那么多钱，而我们赚那么少钱？这在于说他们的投资、时间投资跟时间管理这件事情。投资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我会把它看成是投资时间，其实就是管理时间。你回到家，你已经很累了，但是如果你问一个问题，假设你现在愿意再多累4个小时，你只要持续忙4年到5年，多这4个小时，就是无论多累，
你都还是在精进自己的话，我认为你在未来的时候，你会少10年需要工作，因为那时候你可能更早退休，你有一个很好的储备金，然后你有很好的一个 cash flow， 然后你可以做更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这种观念就是来自于你的时间的投资。在有钱来讲的话，他在投资什么？他在投资说，现在最红的事情会是什么？现在大家最讨论最多的事情是什么？现在的技术是什么？现在最红的公司是什么？即便我现在是一个打工仔，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还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学一个东西的话呢，它的累积是很可怕的啊。例如说，我之前有个梦想，小时候很喜欢机器人钢弹，所以我就想说，我很想做机器人。就像这样讲，每天很累，可是还是花了一点点时间去看杂志，买科技杂志，买科技的书，看不懂无字天书，但是还是硬啃。看到不懂的东西，上网去查，看 YouTube， 看一些我觉得跟机器人相关的部落格文章，累积1年、2年、3年，这也导致是说我有一些能力能够跟机器人相关的公司去做一个咨询，跟做一个衔接对团，因为我稍微了解到什么是深度学习，它所需要资料库串接是什么，然后它写的软体跟程式是怎么来的。我也知道说设计机器人它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软体输送出去，很简单，就是动的部分都是马达，所以如何写控制马达，那马达又需要哪一种类型的马达？我讲了这么多，纯粹就只是我对这议题有兴趣以来，我判断我们的未来会有很多的机器人来辅助老化后的我们。那因为现在是属于少子的国家，所以以台湾的例、日本的例，我们特别需要机器人来辅助我们。那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个人来讲，我对于长久来讲，20年、30年，我对这个远久判断我们需要机器人。那所以刚好也是我的嗜好，所以我就花时间去精进跟学习它。那是不是你就更有多的机会能够去衔接那样子的东西？即便你只花了1个小时或2个小时去读那个文章，但是你是用累积式的。这就是我只是说如何投资自己的时间。那投资完之后呢，你要怎么去把它转换成现金呢？找项目。你可以去网络上看，是说，有哪一些公司它需要这个事情，那刚好是你了解的。例如说，我有设计的背景，然后以及我有了解他们在走的东西，所以他们的语言跟问题我理解了，然后我可以用某个程度的解决方案过去先去解决。但是如果没有我之前投资时间，我根本没有多一个这个样子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时间投资自己的好处。那时间投资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是片段式的被切割形态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在于你能不能够找到现在最困难的事情去好好解决它。有一个方式是80-20的状态，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在于那20，不是在你那80，那80是浪费你自己时间。所以你的时间思考投资，就是你投资在解决自己人生上最大的议题，这20%刚好它是创造最大的价值跟产值，好好把它发挥。所以对于时间投资来讲的话，我会分成找到一个很好的兴趣，自己喜欢的，持续的每天15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不断的累积几年，然后去整顿它，让它可以变成一个事业去辅助自己，然后以及去思考出说怎么投资自己的时间来解决现在你人生最棘手的问题，解决它，让它变成不是你的问题以外，它会协助你提升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层。那希望我刚刚讲到的，从投资设备、投资书时间去读书以外，然后投资时间去慢慢累积你自己很奇怪的兴趣，还有投资时间解决现在最困难的事情。我觉得这些投资，相信在未来的你都会有收到非常大的收获。如果你也有什么很有趣的投资的观念或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很希望跟你讨论跟分享。我是 Mickey， 下次再见，拜 ，Adios， ciao。